，12.98万元的宋 Plus 荣耀版来了，合资 SUV， 疯了呀！比亚迪真的是疯了呀！你敢想，就我身后的这一台比亚迪宋 Plus 荣耀版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2.98万了。这两天呢，比亚迪宋 Plus 荣耀版正式上市了，分为 DMI 车型和 EV 车型。宋 Plus DMI 荣耀版呢，新增了71公里的纯电续航版本车型，起售价格直接来到了12.98万元。还有2款110公里和2款150公里的纯电续航车型。EV 版本车型呢有4款，从14.98到18.98万元。而 DMI 车型的指导价格呢，相比23款同配置车型的指导价格直接降了2万块钱。那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宋 Plus 荣耀版12.98万元的价格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把国内的新能源 SUV 市场比作是一个大班级的话，宋 Plus 绝对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班长，而且是每次月考都考第1名，经常被老师点名表扬的3好学生。为什么？宋 Plus 人家是销冠呀，到24年不到3年的时间，人家的销量都已经超过了80万辆了。就这么一个学霸，有一天呢，突然跟老师说：“你看我每次都考95分，不太行，我下次月考一定要考100分。”那你说？班级里谁最受伤？肯定是那些中上游的学生，对不对？你看班长你都这么卷，你让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那这些中上游的学生有哪些呢？就包括了本田 CR-V、丰田荣放，还有锐歌、锐放等等车型。所以比亚迪宋 Plus 的荣耀版12.98万元的价格就意味着什么？第一点，价格优势。我们来举个例子啊，如果是 1.5T 本田 CR-V 最低配的车型，那价格也得到15万多了吧？如果你想买丰田荣放的双擎版车型，价格更高，得到19万了。而12.98万的价格呢，比亚迪真的是再次拉低了新能源 SUV 的门槛了。这个价格已经是深入到合资 SUV 腹地了。再加上比亚迪宋 Plus 荣耀版全面均衡无短板的产品力，可以说是对那些合资的 SUV 形成了降维打击，也真正实现了电比油低。那第二个优势呢，就是选择更多了。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好事啊，对吧？你可以选择71公里的纯电续航版本车型，也可以选择110、150的纯电续航版本车型。那你可以根据你的使用需求、预算还有续航需求来做选择。尤其是对于3、4线城市，你的预算不是很多，但是你的出行的距离比较短的话，就可以选择71公里的版本车型了。大家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一辆更好的新能源 SUV，12.98万的价格去买一台插电混动 SUV， 这个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点，推动和加快了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发展。一台插电混动 SUV 降价之后，可以预想到的是，同级别的新能源车还有合资燃油 SUV 肯定都会跟风降价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改写了 SUV 市场的价格体系，大家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、技术更强的车。所以宋 Plus 荣耀版呢，也会推动着中国新能源化进程，带领自主品牌持续向上。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始的问题上，为什么宋 Plus 荣耀版来了，合资 SUV 崩了呀？首先是在价格和用车成本上面真正做到了电比油低，而在产品力上面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是电比油强。其实这个级别的用户，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？使用成本、燃油经济性等等方面，而这个是比亚迪宋 Plus DMI 荣耀版的优势所在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你像 1.5T 的本田 CR-V， 它的油耗大概在8.3升左右，还有2.0升的丰田荣放的油耗大概也在百公里8升左右，而宋 Plus DMI 荣耀版亏电油耗也就在4.5升左右。如果是你要平时充电比较方便的话，那可以当做纯电车来使用，日常用车成本会更低一些。再加上购车成本的话，这一下得省了好几万吧。作为家用车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体验。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，合资车降价呢会在配置上耍花样，而比亚迪宋 Plus 荣耀版真的是够实在的。它的110公里和150公里的续航版本车型呢，相比23款的车型，它的配置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价格直接给降了2万。那入门版的配置怎么样呢？19英寸的轮圈，6气囊，行车记录仪，全景天窗，还有12.8英寸的中控大屏，全液晶仪表，还有皮质座椅，这些都给你配齐了。所以，即便是12.98万元的配置车型，它的配置也很高了，入门级高配。那入门合资 SUV 是什么样的配置呢？我们拿 CR-V 1.5T 入门版来看的话，17英寸的轮圈，没有倒车影响，塑料方向盘，而且是布座椅，只有4个扬声器。
所以不管是智能化配置还是舒适性配置上，宋 Plus DM-i 都是有绝对优势的。那最后就是驾驶体验上，相比合资燃油 SUV 的话，其实新能源车型不管是它开起来平顺性啊，还是 NVH 表现这一块都会做得更好一些。那至于内饰的豪华和质感哪个更好，就不用我说了吧。所以这么来看的话，不管是配置体验还是开起来的感受上，合资 SUV 好像真的是没啥优势了。那再加上合资燃油 SUV 的价格贵这么多，那我为什么不去选一台比亚迪宋 Plus 荣耀版呢？比亚迪的这一波大降价可以说是一次全方位的降维打击。如果合资 SUV 不降价或者提高产品力，那接下来绝对会崩盘。而这次宋 Plus 荣耀版的推出呢，也会使宋 Plus 稳坐新能源 SUV 的销冠宝座，市场地位呢会彻底巩固，也标志着宋 Plus 荣耀版将会向下杀出新赛道 ，A 级 SUV 市场呢也会将彻底迎来宋 Plus 时代，期待它接下来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。